我从头看到尾，我都看懂，我每一首歌词的意义我都看懂，对我来说很感动，也很享受。手语是我的母语，让我沟通没有障碍，帮助我开阔我的视野。就我一开始会想做这个演唱会，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台中做公益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戏剧的公益演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台上，我们大家做一个大合唱，然后我就看到台上有一群人就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背对舞台？后来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些人是聋人，他们呢是看着手语翻译员在打手语。然后他们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在唱歌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我是聋人家庭的父母，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爸妈是怎么唱歌的，我也没有想过说，那些聋人朋友他们为什么都没有去看演唱会？难道就是他们没有听音乐的权利吗？我希望呢，就是可以邀请聋人真的走进去演唱会里面，而且我们有手语翻译员。它不是只是你看到的那个新闻的手语翻译的那样子的方式，而是有透过他的肢体跟表情，可以去传达这个歌曲的含义，让我们听损的朋友可以看见那个歌曲的意义存在。因为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，缺陷不是只有来自于外在，很多人也是来自于内在的东西有缺陷，所以我今天大家都不完美，所以我们只是在做一场。就是结合手语，然后让手语结合艺术跟娱乐，让更多人看见手语这个文化。我觉得这就跟我在演戏的过程一样，就是让他们在跳脱日常生活以外，有个机会可以去享受关于艺术的那种所谓的魔幻的时刻吧，产生某一种共振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表演它很迷人的地方。它可以透过我们表演的肢体或者我们整个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，感受到我们的创作，感受到我们的想要传达的事情。那我就觉得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。没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和观众的互动，所以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体验。我记得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小童告诉我。觉得我的手语跟音乐的感觉好像不搭风格不太一样。我想说，到底我要怎么抓到字面上的感觉，再把它转换成手语？但是我太专注在这个部分了，反而没有去听音乐。后来小童跟我说，你要放下那一些文字，先专心的感受音乐，然后开始感觉发现，跟之前的确有一点不一样。手语是我的母语，让我沟通没有障碍，帮助我开阔我的视野。对于音乐，对于讲话、声音这件事情，觉得也蛮迷惘的。那我参加了一些，比如说没有手语翻译员的活动，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那像今天这一场活动很特别，有手语翻译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也很好奇，赶快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音乐会。然后一来就才知道，原来音乐有节奏，还有加上翻译的一个诠释，真的对我来说很感动，也很享受。感觉到那个节奏优美，感觉还有甚至是摇滚的节奏，都让我发现音乐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带来的愉悦，一些喜怒哀乐的情绪。随着手语歌，匡宇的手语歌，刘勋文的手语歌真的很棒。我从头看到尾，我都看懂，我每一首歌词的意义我都看懂，不是说一般看不懂，然后他们在唱什么，在比什么我都不知道。那个音乐，我结合了手语，真的让我很理解他们的意义。对于这整个社会的脉动发生的事情，从新闻到一般生活的常态的一些讯息的接收，我觉得他们是被隔绝的一群，那这也影响到他们跟这个世界的连结。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逐渐在进步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的还有很多。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音乐会，觉得我们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，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如何透过手语感受音乐。让聋朋友也可以意识到，他们其实也有去听演唱会、去享受音乐的权利跟方式。我们不是用耳朵去听，我们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感受，例如说视觉或是触觉或是你听到的一些微微的声音，那些都是你听音乐的方法。所以我希望聋人呢，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有自己表达音乐的态度的方式。
其实即便他听不懂歌词，或是他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，但是音乐带给的人的感动，他也是能够接受得到。